我全程看完了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发布会。说实话，看完之后只有一个感觉，真的被震撼到了。很多人一直觉得电动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充电慢，冬天掉电快，但这一次比亚迪几乎把这2个问题同时解决了。第2代刀片电池最核心的3个特点其实非常简单：不怕冷，充得快，能量密度更高。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速度。这一次比亚迪给出的数据非常夸张，5分钟充70%，9分钟就可以从10%充到97%。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你去服务区上个厕所、买杯咖啡的时间，电就已经充得差不多了。这种补能速度已经非常接近燃油车加油的体验。而更夸张的是，在极端低温环境下，它依然能保持很快的充电速度。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中，从20%充到97%，只需要11分钟。要知道，零下20摄氏度已经是东北冬天非常典型的温度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很多人最担心的寒冷地区，第2代刀片电池依然可以保持稳定的性能。一直以来，磷酸铁锂电池最大的优势是安全，但在能量密度和低温性能方面，通常被认为不如3元锂电池。但这一次，比亚迪通过技术突破，把很多短板都补上了。第2代刀片电池在能量密度、体积密度、充放电效率、安全性以及低温性能等多个指标上都实现了明显提升，尤其是在低温环境下的充放电能力进步非常明显。可以想象，比亚迪的工程师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做到这一点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。为了实现这种闪充能力，比亚迪还做了2项非常关键的技术升级。第一是打造锂离子高速通道，让电池内部的离子移动速度更快。第二是全新的全微域智能热管理系统，让电池在充电时产生的热量更低，同时散热更加均匀。这也意味着，即使是闪充，对电池寿命的影响也会被控制到非常低。不仅如此，比亚迪还把电池质保再次升级。第2代刀片电池的容量保持率整体提升了2.5%，而电芯依然保持终身质保。对于用户来说，这其实就是一句话：放心用。第1代刀片电池已经把安全做到了极致，而第2代刀片电池是在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升级，真正做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保持高安全性。当然，仅仅电池快还不够，充电桩也必须跟上。为了匹配这样的充电速度，比亚迪还发布了全新的闪充桩，单枪功率高达1500千瓦，可以说刷新了行业纪录。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，如果所有车都用这么高的功率去充电，对电网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。问题不是电不够，而是瞬时功率太高。如果大量车辆同时闪充，就可能对电网稳定造成影响。很多人认为解决办法是扩建电网，但这种方式成本非常高，最终还是全社会来买单。比亚迪这一次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闪充站里加入储能系统，简单来说就是先把电储存在储能设备里，车辆快充的时候由储能系统释放电力，从而避免瞬间冲击电网。这样既保证了闪充速度，又保护了电网稳定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另外，比亚迪在充电桩设计上也做了优化，采用滑轨悬吊式的 T 形桩结构，让充电枪更加轻便灵活。传统充电枪笨重不好移动，容易弄脏的问题也被很好解决。不过，如果你只是把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桩当成一项新技术，那其实还远远不够。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，比亚迪不仅能做出技术，还能快速量产，并且迅速普及。这一次，比亚迪正式启动了闪充中国战略，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设闪充网络。预计到2026年底，全国将建成超过2万座闪充站。也就是说，未来几年你在很多城市、很多高速服务区都能看到比亚迪的闪充站。当充电速度接近加油，充电网络越来越完善的时候，电动车的很多焦虑其实也就自然消失了。随着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推出，新能源汽车很可能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闪充时代。曾经大家担心的充电慢、冬天续航差等问题，正在被一项一项解决。比亚迪一直是一家愿意长期投入技术研发的公司，而这一次发布的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，很可能会再次证明一件事：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都不是营销，而是技术。